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，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，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注意，本故事含有未经证实且令人不安的成分，请谨慎观看。鬼叔，我老公一直是你的忠实粉丝。8年前，他最开始看你节目的时候是在某奇艺上。当年他还未成年，你是他最害怕的人，可以说是童年阴影了。现在喜爱的同时，也多少有点恐惧你。我俩每次开长途回老家，他怕在车上犯困，都会连接蓝牙播放鬼叔的视频。本人怀孕33周了，孕期老公也一直在听，也是特别的胎教了。在老公的建议下，我准备把我小时候经历的事情逐一投稿。进入正题，本人小时候就总是体弱多病，大概4岁的时候，爸妈把我从县城接到了农村姨奶奶家里玩。当时院子有一个角落围着栅栏，里面是1个月前刚下崽的狗妈妈和几只狗仔。妈妈就带我过去看，我当时也是蹒跚走路的样子，就好奇地过去看。其中一只小狗突然跳起来，差点蹦到了我的脸上，当时我就吓了一哆嗦，就哭了出来。但是因为没有对我造成任何的表面伤害，在妈妈奶奶一口一句摸摸头不怕不怕的安慰当中，我也就停止了哭泣。那时候谁也没想到后面会发生那些恐怖的事情。晚上爸爸开车送我们回家，当天晚上到家睡觉，我就开始做噩梦。梦里是个特别黑暗的，类似于电影里集装箱废弃仓库的地方。在黑暗中有一点光亮，我就奔着光亮走。走近的时候发现是一个小火堆，旁边有一男一女在狼吞虎咽地吃着火堆上烧烤的东西，看我过来也没有搭理我。我正不知所措的时候，走过来一个小孩，看起来他比我大，分不清男女，也可能是当时的我太小了，记不住是男孩女孩了。他和我说他叫张某某，说要跟我做朋友。他身后的一男一女都瞪着眼睛看着我，嘴里还在撕咬着类似于羊腿一样的东西。我突然惊醒，发现爸爸在我左侧躺着，妈妈在我右侧，他俩都没睡，在守着我。我才知道自己发烧了。接着我像梦境走进现实一样，我居然看见我家实木的柜子上盖的帘子在动。我梦里那个幽蓝色的小男孩，他探出头来冲着我招手。我当时吓坏了，就抱住我爸的胳膊，指着柜子嘴里嚷嚷着，那儿有个小孩，帘子下面有一个小孩。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我爸当时在吃梨，他赶紧地啃了几口，就把梨核扔了过去，帘子动了一下，小孩不见了。要知道，我家的柜子并不是空心的，柜子下的缝隙手伸进去都困难，何况是钻进去一个小孩呢？我当时年龄小，想不明白这些，只觉得害怕那个小孩，被吓得瑟瑟发抖。我死死地抱着爸爸的胳膊，爸爸让我再睡会儿，打算天亮了带我去医院。我迷迷糊糊地闭上眼睛，就感觉肚皮上痒痒的，我猛地把被子掀起来一点儿，惊愕地看到我到现在都无法忘记的诡异一幕。那个小孩，他就趴在我肚皮上，歪着头，呲着牙看着我笑。我开始嚎啕大哭，把我爸妈都吓到了。他俩也终于感觉到我并不是像以往那样普通的发烧感冒。他俩商量了一下，因为当时才凌晨2、3点，妈妈建议4点左右开车去接我奶奶，毕竟老人家更懂这方面的事情。后来听我妈妈说，当时她和我爸也很害怕，看我一惊一乍的。她看我后来是终于睡着了，就起来给我和我爸煮了面条。我前面说过，我爸爸躺在我的左边，我妈在我右侧，我睡得半梦半醒。
我转向了右侧，抱住了我妈妈的胳膊，但又听见我妈的声音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正在和我爸讲话呢。我顿时就惊呆了，如果我妈妈在厨房煮面，那我现在正搂着的又是谁呢？我紧闭着双眼，猛地转向了左侧我爸的怀里，感觉自己快要崩溃了。好不容易熬到了早上，爸爸开车带着我和妈妈去接我奶奶。接上以后，奶奶指路，七拐八绕的在一个偏僻的平房院门口停了下来。因为我爸爸根本不信鬼神，他一直主张着去医院，却拗不过奶奶和妈妈，所以他并没有下车，在车里等着我们。进去以后，屋里是一个穿着袈裟的秃头女人，尼姑的打扮。她听我磕磕绊绊地说完了经过，又给我点了香，给奶奶了一个符纸，嘱咐奶奶准备一个装满水的盆，晚上烧掉符纸以后，把灰倒到符纸里，再在盆里放上一把剪刀，最后将这一切放到我的床头。还有一些细枝末节的，我也记不清楚了。再后来，妈妈给我送上车以后，她又返了回去，我和爸爸在车里等着。不一会儿，奶奶和妈妈脸色发白地走了出来。上车后，我爸问怎么样了，妈妈说高人讲那个男孩是我爸爸的哥哥。我爸不屑地嗤笑，我哪来的哥哥？我就一个姐姐一个弟弟。我奶奶坐在后排悠悠地说，你确实有个哥哥，在你很小的时候拉痢疾死掉了，你一直以为他是邻居亲戚家的小孩呢。我爸听后思索了一会儿，也慢慢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，看来他也想起来了。奶奶接着说，因为我去的乡下姨奶奶家，以前是我奶奶家的房子，当时爸爸的哥哥在6、7岁时拉痢疾去世，就是在那个房里。因为我去玩，人小体质差，八字轻，那个小孩也就盯上了我。因为他去世的时候很小，他呢也没有恶意，就是觉得挺喜欢我，想跟着我玩。再后来也不知道奶奶他们怎么操作的了，总之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小孩。也许我应该叫他一声大爷才对的吧。这件事过去这么久了，我和老公今年结婚之前和妈妈聊天，还无意中聊到了这件事。妈妈当时特别的惊讶，她说当年我也就3、4岁左右，居然记得这么多的细节，真是不可思议的。这第2件灵异经历是发生在我读书期间。在我上初中的时候，中考之前我们学校安排了晚自习，下课是在晚上的9点左右。那一年正赶上了农历的7月，平时都是我爸接我，那天他有事儿，因为学校到家的路程也就几分钟，就让我自己回家了。说来也怪，那天的十字路口有很多烧纸的人，每个路口都有闪烁的红光，在黑夜里特别瘆人。我也觉得有点怕，不觉得就加快了脚步。我尽量的避开那些烧纸的人，绕着走，没想到自己会走到已经熄灭的纸堆处。当时也没多想，只想着赶快回家。到家以后，我写完作业洗漱，很快就躺下睡觉了。我是自己一个卧室，那天晚上刚躺下，半梦半醒时候，我觉得整张床以我为中心，4个角在不停地往四周延伸。我想睁开眼，却死活也睁不开，那种感觉特别的奇异，我能感觉到，却看不见，是梦魇。我不明所以，只能尽量的平稳呼吸，冷静下来。我觉得自己是在做梦，但又异常的清醒。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吧？你躺在床上，有人上床，或者在你床上坐下来产生的床垫凹陷，你当然是可以感觉到的。当我以为床延伸变大是在做梦，可接下来的感受却彻底的让我汗毛直立。我明确的感觉到有人上床了，从我左脚床脚的位置上来，
正一点一点地往上爬着。我拼命挣扎着想醒过来，或者让我睁开眼睛也行，可无论我怎么努力，也丝毫动不了。这时，我感觉这个人爬到了我的身上，他应该是用手撑在了我头的左右两侧，正以俯卧撑的姿势在我的身上一动不动地瞪着眼盯着我。为什么我明确有这种感觉？是因为他的头发垂了下来，发丝就搭在我的脸上，痒痒的，给我的感觉好像是毒蜘蛛用它的蜘蛛腿在抚摸我的脸。不知道他盯了我多久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在我睁眼的时候，天已经亮了。我好像是虚脱一样，汗流浃背。我喊妈妈过来，她说我发烧了。我和她说了梦里的经历，她呢就给奶奶打了电话，补给我就带着我去找奶奶了。奶奶带着我去了一个会看事儿的人家，那是一个老妇人。她让我趴在床上，她把我后背的衣服掀了起来，用手抓住我两侧肩胛骨上的皮，瞬间拽着皮给我从床上拽了起来。我妈惊呼了一声。事后她和我说，她没想到人后背的皮能拽那么长。说来也怪，我呢并不疼，反而觉得呼吸一下就顺畅了，很舒服的感觉。后来那个老妇人让我把鞋子脱下来，我右脚的鞋底上沾着一块黄色的纸，赫然就是烧的纸钱。她并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，她好像看到我就知道我的经历了一样。据她讲，那是一个年轻的黑长发女孩，车祸去世的。因为我的八字轻，再加上我踩到了她家人给她烧的纸，踩回了家里，她呢就跟着我回到了家。她也许没什么恶意，也不明白她的目的，总之这件事儿就这么过去了。但是虽然过去了很多年，可阴历的7月，我依然不敢在晚上出门。如果无法避免，我也不会靠近烧纸的地方。我怕下一次我又带着什么奇怪的人回到了家。鬼节的纸痕。那年是上高中的夏天，农历的7月半，鬼节。因为经历过很多的诡异经历，再加上对农历7月的恐惧，妈妈也是再三的叮嘱我，这几天千万不要一个人走夜路。我每天呢都是早早的就回家了，因为第二天是周末。我到家和妈妈吃完饭以后就去浴池里洗澡，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8点多，将近9点。到家以后，我把作业写完，躺在床上有点迷糊。我当时以为是洗澡以后头发没有吹干，刚刚在路上被风吹的，也就没在意，就继续的睡了。一夜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梦，具体我也记不清了。第二天睡醒，我就觉得浑身酸痛。等我稍微的清醒一点以后，我惊愕的发现我的小腿上有一个模糊又明显的青紫色手印，是被掐出来的那种。怎么形容呢？就好像是武侠小说里中了一掌，但又没有那么清晰的轮廓，只有指痕的位置特别清晰，明显就是手握住小腿掐的。我立刻的大喊我妈，她和舅妈一块的冲进了我的卧室。我给他们看了我在小腿上的指痕，舅妈说我应该是太敏感了，没准儿是磕到碰到了。我妈呢也在一旁小声地说，昨晚上我给她搓澡的时候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淤青啊。我们沉默了一会儿，我坐起来用自己的手去对比了一下那个指痕，让我毛骨悚然的一幕出现了。那个指痕居然和我的手完全吻合，但如果要吻合那个指纹，我的姿势必须是腿伸直，整个人坐起来才可以达到。左手对应的左腿内侧指痕，我脑袋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诡异的画面。如果是我自己掐的，那我一定是半夜睡着觉，自己坐起来，死死地掐住自己的小腿。我整个人呆滞了，舅妈和我妈也愣在那儿，
过了一会儿，舅妈磕磕绊绊地说：“应该是我想太多了。”但我们3个都知道，当时的事情究竟有多诡异。我舅妈信佛，当天呢就去当地寺庙给我求了一个开光的佛珠，让我带上，告诉我有什么心慌不安害怕的时候就放大悲咒或者其他的佛经。我带上以后，过了好几年都没什么事情发生，直到2016年我上大学以后的那个暑假，我那时候兼职直播，认识了几个关系不错的朋友，就应邀去河南玩。在河南庆阳的一个女孩家里，恰好是鬼节的前后。那天我们刚吃完饭，出来发现临街的街道上有一个特别大的舞台，横跨了整个街道。在舞台上还有类似对联的2行字，只不过它是黑白的。舞台的背景是一个特别大的照片，是一个老太太。舞台下面摆了很多的凳子，很多人在那儿坐着看。舞台上有个穿着很诡异化着妆的人在那儿唱曲，也听不出来唱的是什么。我朋友说是老人喜丧去世了，是他们的习俗。那个画面让我后背发凉，觉得异常的诡异。而那个老人的遗像，不知为什么看起来也是诡异的。我当时就很害怕，因为我是东北人，我没有经历，也从没见过这种风俗习惯。我当天晚上回去以后依然是惴惴不安。朋友家是那种地道的3层小楼，他安慰我说他家3楼是佛堂，让我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可半夜我就开始发烧了，浑浑噩噩的。第二天睡醒，我发现自己的腿上又出现了多年前鬼节那天的淤青，而且2个腿上都有明显的痣痕。我赶紧的起身去拿佛珠，才发现佛珠断了，散落一地。我蹲在地上捡起来一些，还是缺了很多颗，找不到了。我更加的慌张，于是赶紧的拨通了舅妈的电话，和她说了这来龙去脉。她呢让我把佛珠串好系紧，重新戴上，睡觉呢放着佛歌，尽快回家。于是我尽早的返程了。回家以后又去寺庙求了一个新的佛珠，到现在我也百思不得其解，究竟这个指痕为什么会出现呢？又为什么和我自己的完全吻合？难道是我自己掐的吗？可奇怪的是，为什么我连疼都不知道呢？总之，一直到如今的2024年，我也一直随身佩戴着佛珠。无论如何，只要想到鬼节的经历，还是让我感到后背发凉。活死人之夜。鬼叔你好，听你讲故事快半年了，一直被你的独特声线吸引，营造的氛围感经常吓得我半夜都不敢去上厕所。今天给你分享一个我爸爸吃饭的时候告诉我的一个怪事。我小时候一直是住在村子里，在那儿长大的，家里的旁边就是竹林和田地。在村里长大的朋友都知道，村里一般都是没有什么秘密的，一有什么红白喜事，基本上都是人尽皆知，邻里的关系也都非常的融洽，基本上家里都会抽出1、2个大人去帮忙，小孩子也会跟着一块儿去主人家里玩。而这件事儿，就是我爸爸去给村里去世的一位中年叔叔家里帮忙，在处理后事的时候发生的非常恐怖的怪事。我老家是住在安徽省池州市一个小县城村落里的，在我们这儿，无论是正常死亡还是意外的早逝，都有一个习俗，就是尸体会在家里停上6天，在第7天的时候就会抬棺入土，吃席也就是第7天。所以在我们这边，头七是从家里送出去的，吃席从主人家下午一直到晚上，有2轮吃席。这第1轮呢就是份子钱的乡亲，这第2轮就是帮忙的朋友亲戚来吃。所以头七的家里反而是大门大开，灯火通明的状态。在我们这儿，头七呢反而是一点恐怖的氛围都没有。
今天讲的事儿呢，就发生在停尸的那几天里。说起来也怪惋惜的。去世的那位中年大叔，暂且的称他为江师傅。从我爸认识他开始，就一直是一个修理和零售电瓶车的师傅。我爸骑了很多年的摩托车，都是在他家买的。他在我们村属于家境比较富裕的家庭，但后来因为老婆劈腿，要跟他离婚，还要把孩子一起带走。江师傅呢也是大度，把房子也给了女方，这相当于是净身出户。后面王师傅就开始酗酒，还染上了赌博的瘾，还找我爸喝过几次酒。听我爸说在外面欠了不少的钱，老婆又离婚，孩子又跟了老婆。突然有一天喝完酒以后，他一个人跑到了我们这边的山林里，用铁链在自己的脖子上围了一圈又一圈，勒紧后一锁，活活的把自己给憋死了。被人发现的时候，他整个脸都是青黑色的，这舌头都快被牙齿咬断了，非常恐怖。后来江师傅的亲戚朋友都回来一块的给他处理后事，这其中也包括我爸。警方来了，断定是自我了结以后，这尸体就停在了他住的房子的床上。第3天以后就开始入棺，停在了大厅里。仵作给他把快断掉的舌头塞回到了他嘴里，给他化了死人妆，让他看起来走得安详一点。我当时还小，孩子是不给看死人的。听我爸说，化完妆的模样依然还是挺吓人的，说他是死不瞑目，眼睛死的时候就是睁着的。仵作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江师傅的眼睛给合上，然后几个人呢就把他抬进了棺材，放到大厅了。这个时候棺材板还是不钉钉子的，到出殡那天才会打好钉子入土为安。当时是在家里停尸的第4天，一般都是家属给死人去守夜，晚上呢一整晚的都不能睡觉，大厅的灯和蜡烛也都不能灭，只有深夜换家属来守夜的时候，上个人才能去休息。由于江师傅属于中年离异，父母都非常的高龄了，基本上已经是那种走路也需要搀扶的状态，守夜也就只能由其他的年轻一点的亲戚，还有生前的一些朋友轮流的给他守夜。那天是守夜的第2天吧，也就是人死后的第5天。大厅亮着灯，凌晨2点多的时候，家属去休息了，到他生前的大伯来给他守夜。大伯虽然50多了，身强体壮，又爱抽烟，这干农活的一天啊，要抽2包烟黄山。跟家属说了2句话以后，就去大厅把棺材前面的白蜡烛续了2根新的，就坐在旁边的凳子上抽着烟。村里的老人平常都是不熬夜的，到点就睡。大伯呢，断断续续的抽完几根烟以后，也在犯着困，又换上了一批新蜡烛，点上就准备眯一会儿，准备等醒了蜡烛烧完了再去点。不知道眯了多久，听到有人在敲门的声音，声音很沉闷，但是又很近，像是在敲那种厚重门板的声音。大伯醒了以后呢，以为是有人换班到时间了，但是停尸家里的门是全开的，进大门直接就走进来就好了，也不用敲门啊。可声音还在敲，但是大门外却非常的安静，没有人进来。大伯呢也是越想越不对劲儿，声音越听越像是从屋里面发出来的。乡村的老人从来都是不怕什么鬼神之类的，胆子也大，就出去看了一眼，什么都没有。回来又凑近棺材来看，声音终于清晰了，就是从棺材里面发出来的。可尸体已经停了5天了，而且人早已经是死透了，不可能出现死人还能敲棺材板的情况。大伯虽然不信鬼神，但心里呢也有点发毛，但还是用力地推开了棺材盖子，想看看声音的源头是什么。从江师傅头朝向的那边把棺材板挪开，就低头凑下去看，
这一看，直接把大伯看出来了一身的冷汗。姜师傅的尸体不知道什么时候眼睛就睁开了，正直勾勾地看着大伯，就这么对视上了。大伯浑身无力，喊也喊不出来，动也动弹不了，就那么对视了差不多5秒钟吧。姜师傅头慢慢地抬起来，人很反重力的一点点坐了起来。死人的眼球是非常浑浊的，整个眼睛都是白色，就这么盯着大伯。突然开口对大伯说：“有烟吗？”声音很小很小，但大伯听得非常清楚。大伯颤抖着把上衣的胸口口袋的烟拿了出来，递给他。姜师傅接过烟以后，大伯突然全身放松了一样，也没有恐惧感了，还掏出了火机给他点上了。后来据大伯讲，姜师傅抽烟进去的时候，烟在燃烧，但却没有烟气吐出来，就好像是把吸的烟全都吞下去了一样。过了一会儿，姜师傅就开始流泪，眼睛里流出来白色的脓液一样的东西，一边说渴，一边说痛，半截舌头耷拉在了嘴唇的边上，非常骇人。大伯呢，就去给他拿供桌上的茶，刚拿完茶要递给他的时候，他就直勾勾地倒了下去，好像一切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剩下手中未熄灭的烟蒂和身体脸上的泪痕。大伯重新给他合上了眼，用黄纸把他的泪痕擦干，拿出烟蒂放供桌上，让他自己熄灭，也不害怕，只一个劲儿地叹息姜师傅命苦可怜。第二天睡醒以后，想起了昨晚的一切，那些都是梦吗？大伯不这么认为。这件事大伯后面就跟家属说了，家属也是哭天喊地，悲伤了很长的时间，尤其是他年迈的父母，哭到眼泪都流干了。出殡那天抬棺材，我爸就在送葬的队里，看到了抬棺材颠簸的时候，里面冒出了细微的淡蓝色烟雾，一直觉得他说的话都是真的。后来又听我爸讲，姜师傅给他爸妈托了梦，二老都做了同一个梦，在梦里姜师傅回来了，他对着二老的床前跪着，说自己不孝，没有给他们养老送终之类的话，说他骑的摩托车后备箱里还有2万多块钱，让二老不要让人知道了，自己拿出来收起来，继续生活吧。二老由于行动都不便，后面还是跟信任的亲戚说了这事儿。亲戚带着二老打开了后备箱，里面有一个黑色的破旧皮包，打开呢，果然有2万多的现金在里面。亲戚把钱都给他们二老，没有拿1分，但是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其他的亲戚们，说姜师傅可怜人，命不好，有孝顺，遇人不淑，没有人性。姜师傅的店铺和里面的财产都被拿去抵债了。后面的这些事情就在村里慢慢的传开了。二老拿到的2万多是确有其事，还存到了信用社里。这事儿后面基本上村里的人都多多少少的听过一点，可能那些追债的人也知道了二老拿了钱的事儿，但都没有选择再去追究。还有一些呢，特意买了东西上门去慰问二老的债主。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。我爸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还小，当时呢，纯当是一个恐怖故事来听的。现在的我，大学毕业，工作多年，回想起来，脑海中一直闪现着网上流传的那句话：你恐惧害怕的鬼，可能是别人朝思暮想都见不到的人。今天的故事有让你想起什么恐怖遭遇吗？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或者身边人的恐怖遭遇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